She's still in a coma. Please, Andriana. I need to know the truth. 小姐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来陪陪她。我刚给安之安的阿姨打了个电话，她跟我说了很多。我一直很恨你，你无法想象，把一个10岁的孩子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寄住在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家里，我有多害怕。我知道，安吉亚娜是你非常好的朋友，可她不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亲人，更不是我的妈妈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到英国的每一天每一夜，我都在想你，我都在等你哪一天能来接我回去，可却每一天我都在失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根本不会来接我，你把我送出国，就是为了报复我爸。我只是你一个复仇的工具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恨你。我不愿意接你的电话，更不想再看到你。任何人只要在我面前提起你，我就会开始发疯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你后悔了。你说要来接我回去，可是那个时候，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一个抛弃过我的母亲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敢来英国找我，我就离家出走，让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我。这些事情，也许你都忘了。这些年，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也活在痛苦和仇恨中。我以为我在你的生命里是完全不值一提的，直到我看到那些照片，我才发现，真相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。原来那么多年，你都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原来我的妈妈那么的爱我。我特别开心，可我来找你的时候，却又跟我说了那样的话。白医生跟我说，你这么做是不想拖累我，想让我继续恨你，忘了你，然后开始新的生活。可是那么多年了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小雪，
真感人。早该这样多好啊！新花园大楼成功拿下，我回新外指日可待。你能不能有点人性？回新外多救几个患者，才是最大的人性。白医生说过2天就能准备手术了。葛总，您要的文件。我签好了，你替我交给你爸爸吧。好。白医生说的没错，人不能永远活在仇恨里。这些年，我把他折磨得够呛，也伤害了我自己，该有个了结了。他解脱，我也解脱。以后我来照顾你。都确认过了，是。器械准备，马上开始。妈，小轩，手术很成功，你没事了。这次手术肿瘤切除的很彻底，暂时没有发现癌细胞的残存。记住了，以后每3个月来复查一次，避免复发。现在你可以说谢谢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医生。也谢谢你，徐医生。客气。徐医生，嗯，其实你不是我的菜，但我说白医生比你帅，那是假的。谢谢你。哎，这个还是好。谢谢。要不是因为你，葛洪不会那么快同意手术。同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之前方楠的事儿，你也帮了我不少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葛洪背后还有隐情的？我只是想起来，之前我做无国界救援的时候，接诊了一名孕妇。当时在给她打麻醉之前呢，她反复强调，绝对不能摘除她的子宫，为了子宫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我当时根本不理解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在当地，女人如果不能生育，在他们那儿就永远抬不起头来。所以我想，葛洪不愿意做手术，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。所以你当初坚持要尊重王晴的个人意愿，也是这个原因吧？我觉得医生面对的不只是病痛，更是病痛背后的人。人血，这或许跟白医生所坚持的医学会有一定矛盾。的确是有一点矛盾，但没那么绝对，不是吗？求同存异。
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了。老师好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啊，吓我一跳！等您啊。有什么事儿白天办公室不能说，你非冒这儿，什么情况？我每次去办公室找您，您都不在，我只能在这儿接您。有什么事儿说吧。老师啊，你看那个葛洪呢，现在这个款也捐了，咱们医院的花园大楼也提上日程，我是不是该回心外了？这两件事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要不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，那葛洪能同意手术吗？你是他的主治医生，说服他做手术，那是你的本职工作。您这么说行了，行了。哎，哎呀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干嘛呀？还扎安全带？行了，别闹了。你师母还等着晚上回去吃晚饭呢。那正好啊，您今儿要是不答应我，那我就跟您回家，以后就住在您家，吃在您家，不走了。你多大了？告诉我，你多大了？还耍赖？但我这不是被您逼的吗？那行，跟我回家。你师母一直张罗着给你找对象呢。哎，她一直跟我说，他们单位有几个女孩子条件真的不错，你抽空看看。要不你叫阮章，我帮你约两个。那审美就是……哎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啊，你师母的审美，师母审美怎么了？嗯？你老师长得不帅？帅。老师，您是我见过最帅的老师。哎，老师，你看，臭小子！医生，今天上课的时候，小婷她肚子疼得厉害，我就跟老师请假带她来医院了。疼多久了？今天差不多2个小时了。之前有过腹痛吗？这2年陆陆续续疼过，通常疼个几天自然就好了，我就没在意。但这个月疼得特别频繁，而且今天疼得特别厉害。70、40，你这血压偏低了，去那边躺着。来，放松了，走。这儿疼是吧？右下腹轻压痛，但不明显，没有反跳痛，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。你生理期正常吗？医生，我的生理期一直不是很规律。你是她的男朋友对吧？啊，对。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个尿妊反。尿妊反？就是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怀孕。我的身体情况我很清楚，我没有怀孕，我不做这个检查。尿妊反只是一个常规检查，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我们才好继续判断。我不做，王潇，我们走。你们现在还不能走，你有腹痛，还有血压偏低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唐画，带患者去抽个血检查一下。既然患者否认妊娠，那就再做个 CT。之前记得让患者签字啊。好的，走，跟我来这边，慢点。疼痛有所缓解。CT 结果上看，阑尾没有肿胀渗出，泌尿系统没有结石，盆腔有少量的积液，附件显影不清，不能排除异位妊娠的可能。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聊聊。王潇，折腾一上午，我有点饿了，帮我买点吃的吧。好。肖医生，你又是来劝我做怀孕检查的吧？早做检查
早点排除各种病因，找到真正的问题，才能帮你治疗。肖医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做检查吗？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别人口中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。小学、中学成绩名列前茅，各种奖项拿回家。到了大学，我就开始拿奖学金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我父母对我也是极度的不信任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我爸妈都像审犯人一样审我。现在交了个男朋友，还要偷偷的背着他们。我过够了这种不被人信任的日子。我相信你爸妈一定是爱你的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方式。你应该找个机会，找个时间，跟他们好好谈谈。没有的。于海婷的血检结果出来了，血淀粉酶在正常范围，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性不大。知道了。他现在还没同意呢。他这人也太倔了，做检查不是为他好吗？虽然呢，咱们是为了治好患者，但要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。来，站起来，咱们做个检查。疼吗？有一点儿。右下腹有轻微痛，但是肚子不紧，从 CT 看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显影不清的地方还得再做进一步检查。哦，对了，廖任反和 B 超做了吗？还是得先做一下，先要确定不是宫外孕的可能性。我还是先安排你转到 EICU 吧。肖医生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劝一下于雅婷。我知道你已经跟她聊过了，我也相信你在专业上的判断。但其实选择相信她和劝她做尿认反检查不冲突啊，这只不过是我们在诊断过程中一个必要的检查。其实你说的意思我也都明白，但是年轻女孩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有难以启齿的地方，这个你也要理解。我会找机会再去劝她的。嗯。你瞧你紧张的，我没事儿，这会儿已经不怎么疼了。你呀，就是脸上藏不住事儿。你瞧这眉头皱的，这嘴角瘪的，这就对了嘛。网友不是说过吗？做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，我保证不生气。婷婷，要不我们还是听医生的，去做一下检查。王翔，就连你也不相信我是不是？不是不相信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再说了，我今天早上送你过来的时候，你都疼成那样了，要不是我非要送你来医院，你还不肯来呢。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咱们洗洗脸吧。哎呀，把脸洗干净了，漂漂亮亮。老伴儿，你知道刚才我想起什么来了？我刚才出去给你买东西，外头下了小雨儿。哎呀，
下了小雨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咱俩结婚第2年吵那一架，你说是可真厉害你。哎呀，你说岁数大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就把这件事儿给想起来了。我真想跟你再吵一架。不跟你闹了，擦擦手啊！哎，你这小手，嘿，漂亮，再擦擦。漂亮啊！谁家小姑娘啊？这样啊？好。苏爷爷，2周前他老伴走在路上被车撞了，当时就脑疝了，全脑出血。苏爷爷接受不了，不愿意放弃治疗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植物人，他家属呢？夫妻俩呢，都是师范大学的老教授，子女都在外地，还没赶回来。子欲养而亲不待啊。老2口呢都不想麻烦别人。手术之前，老爷子怕子女担惊受怕，所以没有告诉他们。这不术后，他老伴一直没醒过来，老爷子一时半会儿没了主意，昨天才给子女打的电话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应该早点告诉家人啊。1个月前呢，苏爷爷在咱们医院检查，有2次海默病的迹象。他怕自己慢慢的就忘了金奶奶，所以最近每次给老伴擦完身子以后，他就写会日记，记录每天发生的事。吵架了？小伙子，进去给人道个歉，人家生病了。是他先让我说的，而且他保证了说听完之后不生气，可是立马就变脸，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一样，跟我年轻时候一样。我们也吵过，也是因为生病。我那时候得心肌炎可严重了，我谎称出差，收拾行李想走，被他发现了，追出来一通吵啊，那个，哎呦呵，那是因为他紧张，他担心我出事儿。哎呀，后来在医院伺候我2个月，喂吃喂喝的。我看你对姑娘挺好啊，守着她寸步不离，道个歉呗。男人道歉不丢人，道了歉，心情会舒坦很多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你们的感情生活会充满阳光，这是我的经验。啊，爷爷，奶奶她怎么样了？车祸，植物人，没戏了。爷爷，您不用担心，您跟奶奶风风雨雨的那么多年都过来了，她会醒过来的。爷爷，你慢着点。你这孩子肚子疼那么久，怎么才告诉妈妈呢？就是啊，必须配合医生啊，做全面检查。2位家属，先让患者休息吧，咱们出来说。医生啊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一般患者这个年纪的女生，因为腹痛入院的话，医生会建议她去做尿妊娠检查，也就是看看有没有怀孕。但患者坚称自己没有怀孕，不肯做。不过2位也不用担心，
之后我们会为他做其他的检查，因为我是他的主治医生，我得把他的情况如实的告诉家属。我知道你说这么多，也就是想叫我们不要误会婷婷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女儿。更何况，她都这么大了，很多事情啊，她应该有她自己的自由，她也会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腹痛？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。婷婷，还疼吗？爸妈，我不该偷偷背着你们谈男朋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怀孕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爸爸妈妈都相信你。婷婷啊，爸爸妈妈想先跟你道个歉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小婷婷都变成大学生了，你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们应该尊重你，我们不应该要求你像我们一样。我们想过了，要给你自由的空间，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。我们相信你。傻婷婷，哭什么呀？咱们不是都已经聊开了吗？不哭了啊！不哭，不哭。婷婷啊，从今往后呢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、配合你。不过，既然咱生病了，也应该好好的配合医生做检查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好。对，爸爸说的没错，咱们呀好好配合医生检查，把身体养好，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啊！好，对，这就对了嘛。没有明显异常，盆腔里有少量的积液，尿儿反呈阴性，可排除早期妊娠的可能性。不是宫外孕，但是 CT 和超声都显示盆腔有积液，腹痛应该是盆腔积液造成的，也有这种可能。请妇科会诊吧，听听妇科意见。好的。你是哪个位置疼啊？右下腹。除了这里还有其他位置疼吗？没有。那你平时是怎么个疼法？一阵一阵的，疼的时候特别厉害。疼的时候有没有肛门坠上想要拉大便的感觉？没有。来，你先把腿蜷起来，看看啊。疼是吧？那我放开呢？这里呢？这里，还有这儿。来，侧过身，慢一点啊。这里疼不疼？不疼。这里不疼。好了，没事，好好休息啊。陈医生，患者腹痛是盆腔积液导致的吗？从患者疼痛的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来看，应该跟盆腔积液无关的。建议你们还是再去查查别的，麻烦了。没事。真是没想到啊！肖医生，肖医生怎么样了？他的腹部 CT 没有异常，没有手术指征，尿妊反呈阴性，所以也排除了怀孕。妇科医生会诊完，也不是盆腔炎。肖医生，你说的没有手术指征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的腹痛不需要做手术，但是具体的腹痛原因，我们建议再做一个胃肠镜检查。好，我们做。做。那个腹痛的女生还没有找到病因啊？已经去做胃肠镜检查了。你也别着急，不是说她都疼了2年了吗？这种慢性病要慢慢查。胃镜没问题，肠镜没有发现明显的肿瘤、息肉和充血，腹痛应该不是胃和结肠的问题。但消化道很长啊，胃镜只能探测上部分，肠镜只能探测下部分，中间的回肠和空肠查不到啊。有没有可能是这2个地方有问题啊？那就要做胶囊内镜了，这得跟家属商量一下。
我们通过肠镜和胃镜的检查呢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我们怀疑患者的腹痛可能跟他的空肠或者回肠有关，所以建议给患者做一个胶囊内镜检查。胶囊内镜是什么？辛苦吗？胶囊内镜呢，是一个像胶囊那么大的摄像头，患者无需麻醉，通过吞服咽下。胶囊通过胃以后呢，会在肠道走一圈，把你的大肠、小肠巡视一遍。整个过程中呢，记录仪会不断的拍照，我们通过记录仪里的几万张照片来检查患者的肠道问题。在服下胶囊6、7个小时以后呢，患者会通过排便的方式将胶囊排出体外，整个过程无痛无创，但就是价格有点贵，大概需要5、6千块钱。好，行。患者的胶囊内镜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有点小问题啊。他的小肠呢有气室，但不大也不多，没有明显的炎症表现，所以也不是造成腹痛的主要原因。那究竟什么问题啊？能考虑到的疾病已经考虑的差不多了，有些毛病比较少见，所以我要问你们一下，考不考虑给他检查一个肠系膜栓塞？那这什么毛病啊？这个疾病呢，是由于动脉突然中断供血，致使受肋肠畔发生急性缺血性坏死，并出现脚窄性肠梗阻症状。哎呀，肖医生啊，你别说那么多，我们也听不懂。你觉得有必要查，那就查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给他安排一个肠系膜动脉增强 CT。又要做 CT， 不是已经做过了，为什么还要做？这个 CT 跟之前的不一样，这次呢，我们要往血管里面打造影剂，来观察肠系膜动脉是不是有栓塞。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个毛病，需要这样的检查才能确诊。那这有没有危险？跟一般的 CT 差不多，而且患者的肾功能是好的，一般不会有什么风险。好吧，我们走走。唉，增强 CT 的结果出来了，也是好的，没有系膜栓塞。都检查这么多了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他刚才都疼醒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们开点止痛药也行啊。您之前得过癫痫吗？早些年是发作过，后来看了医生，也吃了药，这些年就一直没有再犯了。我现在怀疑您女儿的腹痛可能跟癫痫有关。啊？是癫痫也会遗传呐？癫痫不属于遗传病，遗传的概率非常低，但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，建议立刻给患者安排一个脑电图检查。肖医生，脑电图结果出来了。脑电波中显示有明显的极波间波，可以考虑癫痫。先药物治疗吧，静脉注射丙戊酸钠，再邀请神经内科来协助会诊。好。肖医生，注射了丙戊酸钠后，患者腹痛明显减轻，不到20分钟就睡着了。是腹性癫痫，明天白天给他开点抗癫痫的口服药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肖医生，你可真厉害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啊！醒了。你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肚子还疼吗？昨天医生给我打完针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疼过了。太好了。王翔，昨天你来跟我道完歉之后，我也想了很多。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是我太任性了。我们以后都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你爸妈去给你买早餐去了，看得出来啊，他们两个特别的疼你。
婷婷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隔壁的苏爷爷一直在照顾金奶奶，但是他年纪大了，我觉得身体可能吃不消。我就在想啊，我去跟他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去帮他找一个有经验的保姆，这样等他们出院之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我觉得可以啊。那你一定要找一个服务专业的。好。查到边。哎呦，肖医生、唐医生早。哎，你好。经过一晚上观察，于雅婷是负性癫痫，通过口服药就可以控制。一会儿我开点药，患者就可以出院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出院以后，如果再出现腹痛，一定要及时来就诊。如果腹痛一直没发生，半个月以后，我建议再来查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医生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。辛苦你们了。您看一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签个字，金奶奶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，今天就出院了。小王给我们找了个保姆，正在帮着收拾东西呢。我跟子女们商量过了，不想让她带着遗憾离开。在我们老家有个大院儿，她一直喜欢坐在院里晒太阳。我原来答应过她，过2年我带她回老家去，没想到就这样了。唉，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。白医生，这份文件麻烦签下字。海德格尔说，人是向死的存在，死亡是所有生命都无法抗拒的归宿。有时候我就在想啊，如果轮椅上坐的人是我，或者我是苏爷爷，我会怎么选择？可更多时候，我都是以一个医生的意志去决定一些事情。我需要比病人更加坚信，我的选择是合理的，是最好的。医生的职业要求，我们需要时常面对死亡，死亡最终意味着技术的撤出。撤出前是否应该做最后的顽强抵抗？而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刻才应该是放弃的时候。我们也不知道放弃是否如所有人所愿。所以说，医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，是一门直面生死的价值论哲学。没错，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。有时候患者明明没有抢救的希望，可出于感情，我们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可有时候，家属选择了放弃，我们心里又总不是个滋味。虽然人总有终老的一天，但生命交替，因为有情感的输出而生生不息。你看，苏爷爷跟金奶奶，虽然不知道金奶奶还有多少天可以感知这个世界，也不知道苏爷爷还有多少天能够清楚地记住那些回忆，但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品格，却深深影响了我们。正是所谓的生命有限，精神不灭。景山，来，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什么情况？好，黄村医院转过来的，持续腹痛，小便明显减少，血气跟820。不想就是找白医生。稳住！心止吐，心律不平和维生素 B6禁点。好。尿毒症怎么会吐成这样？患者家属啊，在，我是他老婆，这是我女儿。患者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？已经4、5天了。前阵子他因为脚疼去了常去的诊所，配了2天中药吃，结果吃了2天就上吐下泻的。后来去了社区医院看，检查出来肾功能非常不好，说是已经到了尿毒症的地步了。做血透了吗？社区医院说做不了，所以才让人转到这儿来的。陈志，
去联系一下血透室。好。医生，他这什么病啊？不会真的是尿毒症吧？要是尿毒症倒好。莹莹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造成血肌酐高的原因有很多，先做个血透，先把血肌酐降下来，到时候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他现在这个情况得进 EICU 了。护士长，带患者家属去办理一下手续。好，跟我来。好。莹莹，你这里看着你爸啊。我不留下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你真是无聊啊！我说他对他爸的态度有意思啊。我知道啊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。好，谢谢啊。莹莹，以后当着外人别说那样的话。再怎么说，他是你亲爸，心里还是疼你的。哎，为什么不让我吃东西啊？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吃东西，也不能喝水，只能输液。听他们的，地球人全要死光了。这么不信医生，还来医院看什么病啊？你说说。你别动气了啊，别动气了。莹莹，别这么跟你爸说话。我说错了吗？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。莹莹，你先出去啊。都是你教的啊，教的好。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来。医生说了，不能吃，又不让吃，又不让喝，要我死啊？啊！你们要饿死我啊？啊！我怎么不进去啊？我不想看见那个人。医生，医生，白医生！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家属回避一下。你这怎么了？家属这边来。哦。
氧饱和度这么低，面罩吸氧，静脉注射传电0.25，甲降龙40毫克。一会儿再抽一个血气，稳定之后再做一个胸部 CT。怎么样？呼吸音确实比较低。黄疸？难道肝也出了问题？再查一下肝功。您好，我是萧燕。对，吴老师说您以前跟他关系很好。对，志远已经……没事没事。是这样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地方，您知道烟巷吗？对，那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。可以麻烦您再想想吗？没事没事，谢谢啊。哦，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不是故意偷听你打电话，不过倒是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。你知道烟巷？没想到你也知道。你可以把那个地址写给我吗？我刚交完班，我带你去吧。这就是烟巷。这我以前来过，这不是叫水景巷吗？相信我，我哥和我嫂子以前就住这儿。我上学的时候总来他们家玩。里边那户以前住着一位老奶奶，她人特别好，特别热情，总是让我去他们家吃饭。也许是上了年纪吧，她总是把这儿叫成烟巷。后来奶奶去世了，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烟巷这个名字，只有我们这些住过这儿的人才知道。那个老奶奶，她有其他的亲戚吗？以前听她提起过，好像有一个孙子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但我没见过。说是很早之前好像就出国了吧。她就是志远的奶奶。啊？这院子还挺干净的，应该是有人打扫。我去附近问一下，看有没有人可以联系到房主。我还养了一条小狗，它也叫罗恩。我是罗恩1号，他是罗恩2号。刚才我问了一些邻居，他们……肖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想起来，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也养过这样一只狗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回上海了。为什么？寻找故人。我想把这房租下来。我刚才问了一些邻居，他们都联系不到房主，但有一个说房主好像把这个房子挂在网上出租了，你可以上网看一下。
我在网上找到房主信息了，回头我联系他吧。肖医生，你和我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哪不一样了？科里电话。白老师，今天给我出来。凝血酶原时间偏高 ，ALT 升高，血清胆碱酯酶少许降低，血气分析，氧分压52，二氧化碳分压38，乳酸4.1，胸部 CT， 两肺间质改变。这是肝功能衰竭啊，同时还有供血衰竭。可是尿毒症会引发肝功能衰竭吗？应该不是尿毒症，尿毒症的恶化没有这么快，病情的发展也不是这样。那什么病啊？中毒，老鼠药，有机磷。他平时爱喝酒，我1年都给他做一次身体检查，半年前刚检查过，肝肾都没啥问题，都正常的。那他之前有没有起过黄疸或者紫癜之类的？没有啊，没见他身上起过什么东西。哦，那家里最近有没有放老鼠药啊？没有。哎，他之前不是喝过中药吗？会不会跟中药有关系？这个中药的方子带了吗？哦，哎，带了。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方子，患者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让护士找我们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莹莹，你去哪儿啊？让我给他买酒去。不行，医生说了他不能喝酒的，我去劝劝他。妈，你别进去，你一进去他又得骂你。没事儿，他是你爸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秦主任说，这上面都是些普通的中药，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反应，和这些没有关系。还真是麻烦。那接下来怎么治疗？先根据症状用药吧，延缓肝功能衰竭。哎，另外，继续完善辅助检查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了。行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肖医生，白医生，我听说你接诊了一名怀疑是尿毒症的患者，一直查不出根源。对，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发现他肝功能衰竭，但应该不是尿毒症。患者有没有接触过老鼠药？这个我们已经排除了，应该不是鼠药中毒。他们现在还在给患者做全面的检查，希望能早点找到原因。那有没有可能是百草枯中毒？百草枯，多功能器官衰竭。对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百草枯啊？什么事儿这么想不开啊？我是说，张金山很有可能是百草枯中毒。什么？你们想啊，肾衰、肝衰、进行性呼衰，这不都是百草枯中毒的表现吗？这么一说还真是。可是百草枯到目前为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，中毒死亡率高达90%，它又不是脓。行了，你别废话了，去问一下就知道了。百草枯啊，我没事弄那玩意儿干嘛？那你们家里有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家是卖包子的，家里从来没有这种东西的。姑娘，那你呢？你接触过吗？我都没听过这东西。医生啊，你说我好好的，怎么就会百草枯中毒了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得先做一个尿常规和百草枯的浓度测试，如果不是的话最好。
哎，你怎么会想到是百草枯中毒啊？你猜？人都说没接触过，会不会有其他可能？等检查结果出来就知道了。哎，陈志，哎，你一会儿把尿液样本送到检验科，让他们尽快给我们结果。好的。我上个厕所啊，你在这等着，别乱跑。你守在这儿也没用，我这会儿没尿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您慢慢来。你别担心啊，现在情况都已经稳定了，观察一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回家了啊。谢谢医生啊。哎，齐医生，麻烦您先帮我验一下，患者可能是百草枯中毒，我们着急。你稍等一下，我验完这个再帮你验。啊。齐医生，我先给您放这儿了，我上个卫生间。哎，好。结果怎么还没好啊？估计是检验科比较忙吧。喂，什么情况？这么慢？尿样丢了。我过来的时候桌上就没有尿样。我明明把尿样就放在这儿了，然后我去上了个厕所，怎么可能没有啊？你说你怎么老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徐老师，我真的放在这儿了。你放那儿它能自己飞了，还是让人当饮料给喝了？你还能干点啥你啊？对不起啊，徐老师。行了，去患者那儿再取一份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快点走。还要尿啊？不是刚取过尿样吗？怎么又让尿啊？哎呀，这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嘛。我们还得做一组别的检查。医生，刚才做的百草枯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快了，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先把这个尿样取了吧。哦。家属先回避一下啊。好。这是有点蹊跷啊，难不成这尿样还有人偷？偷去干嘛？小花，应该是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那个尿样里的秘密吧？啊？啊什么啊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莹莹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饿了，出去吃了点东西。今天就知道疯跑，看我病好了不打断你的腿。等你病能好再说吧。你，妈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收拾一下就好了啊。我帮你收拾就行。还敢瞪我？百草枯浓度0.9，正常人应该是阴性啊。可是他怎么介入到的百草枯呢？跟我来。啊。呀，哎，这不是患者家属吗？怎么是他呀？他为什么偷取尿样？很明显啊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为的就是不让我们发现患者体内的百草枯。找不出病因，就没办法对症下药，那患者的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的。
甚至是死亡。他怎么会提前知道患者是百草枯中毒呢？难道是他给患者下的毒？不对不对，患者是他亲爸，怎么能下毒害他亲爸呢？我说你俩真够闲的啊，想这么多干嘛？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。那您坐着。吃我的，喝我的啊！跟我来劲儿，打不死你！患者家属，麻烦您跟我出来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白医生要商量一下后续的治疗。哦，好。不是说要谈后续治疗的问题吗？为什么不在病房里谈？莹莹，你爸的尿样是你偷的吧？这事和莹莹没关系，有什么事问我吧。对不起，我在跟他说。这个是你吧？莹莹，你是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我不想让他出院，我想让他一直住下去。他可是你爸，你为什么不想让他出院？我恨他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说。哦，那我问你啊，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尿样里有百草枯的？是不是你用了什么方法让他接触到了百草枯？是我下的毒。你现在涉嫌投毒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们别抓莹莹，你们让警察抓我吧。是我，是我在金山喝的中药里下的百草枯，和莹莹没有关系。这已经算是故意杀人了。真的是我，妈。莹莹，妈知道你的心思，可是我不能害了你啊。那好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我不是莹莹的亲妈，莹莹亲娘走得早。我嫁给金山的时候，她才4岁。那时候金山有个小厂，我们家日子过得还可以。可是没多长时间，厂子就倒了，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金山他就垮了，成天就知道喝酒。他喝了酒以后，回来就打我。这10多年了，我身上的伤从来都没有断过。有一次，他把我胳膊都打断了，在医院里躺了1个多月。就是那样，他都敢当着医生的面还打我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报警，他抓进去10天半个月就出来了，回来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的。离婚了，都这样了还不离婚？有一次，我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，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，第2天就上我家把我爸给打了。我是能离婚一走了之，可是我爸妈怎么办？我亲戚朋友们怎么办？
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给他下毒？从他打莹莹那天开始，我虽然是莹莹的后妈，可是莹莹从小待我像亲娘一样。每次金山打我的时候，莹莹都会护着我。一开始金山还算有点人性，舍不得打莹莹。可是有一次莹莹为了护着我，不小心弄伤了她，她就像疯了一样，把莹莹打得都会出血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是喝了点酒，但凡是对谁有点不顺眼，他抬手就打。这些年来，莹莹身上的伤并不比我少。前些日子，他腿疼得厉害，回来就拿莹莹撒气，莹莹就跟他犟了2句，他抓着莹莹的头就往墙上撞，莹莹当时就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跟做农药的朋友要了一瓶百草枯，说是除草用。艳阳，那你是怎么知道你爸中的是百草枯的毒？前几天我看过我妈藏的百草枯瓶子，今天医生说我爸有可能是百草枯中毒，我就知道是我妈下的毒。那你去偷尿样是她指使的吗？我妈不知道，是我自己决定的。这样会害死你爸的。他是我爸，我没想让他死，我就是想让他一直生病，一直住院，这样就不能打我和我妈了。我想再见我爸一面。小陈，你先出去一下。你的病因已经找到了，是有人给你下了百草枯毒。什么下毒？是我干的。不，是我干的。你俩给我下毒，我会打死谢文良。他俩下毒害我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报警！你不要激动，我要报警！我们医院已经报警了。爸，我最后一次再叫你爸。这10年，你打我，打我妈，带来的伤害，我都用百草枯还你了。我跟你两不相欠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是父女，最好永远也别见。如果你以后再来找我和我妈，你做的一切，我会加倍还给你。莹莹，厉害啊，老白！百草枯都能让你想到，还没告诉我怎么发现的？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！哎，李秋跟张莹莹被警察带走了，也不知道会被判几年呢。这就要看法律了，不是我们医生能控制的。这张金山没人照顾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给他找个护工呗。得他自己投降。啊。就是你在网上联系我，想要租我这房子的。哎，你好，是我啊，那就过来看看吧。哎，你打算住多久了？ 1年吧。
哎，好。进屋看看吧。怎么样？你要是喜欢，咱们直接签合同，也没有中介费。这屋里的东西呢，我会尽快拉走。你要觉得什么合适的，你就留下，收拾收拾就能住了。那谢谢您了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在网上看到了您的信息，我想预约保洁服务。都收拾好了。哎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，下次有需要联系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上门速度非常快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。过马路被汽车撞伤，血压70/40，心率135。喂，车祸！去找白医生，4床。有人被车撞了，血压100，心率100，心率100，家属还没联系上。5床，去找肖医生。患者因车祸导致胸腹受伤，已经联系上了家属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血压65/40，血氧94，心率130。开通两路静脉通路，1线号称林格，恒温，加压快速输入。好。这位患者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现在在医院，知不知道？我给你做个检查。现在身体哪不舒服？哪疼啊？这疼吗？这疼啊？好。这疼不疼？疼。这儿呢？这疼吗？考虑患者胸腹连伤，失血性休克，氨钾环酸1克，静脉推注，准备床旁超声，另外加急深紧，5个单位红旋，注意给患者保温。好的。刚才那个被车撞的女孩啊，躺在路上，差点被2次碾压。她为了救人啊，上去拦车，幸亏刹车及时，撞得不重，但是人一直昏迷着，在车上拉过一次心电图。好，谢谢。心电图无异常。醒醒，醒醒，听得见吗？醒醒。血压176/100，帮我控制住患者。双侧瞳孔不肿大，光反迟钝，考虑颅脑损伤，准备气管插管，送进 CT。好，去准备。白医生，胸腔和腹腔有大量积液，准备胸腔闭室引流，去找胸外和脯外的人来会个诊，联系一下 CT 和手术室。好，护士啊，那出车祸的女孩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周文璐家属是吧？是。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患者被车撞伤，目前处于休克状态，具体情况的话还要进一步检查。那拜托你好好检查一下。好，麻烦你们出去等一下。哎，走。这不得看一下？哎呀，走。左侧硬膜下血肿，中线偏右，考虑脑疝。给患者上甘露醇降压，赶紧联系脑外科准备手术。好。这个患者是车祸撞伤，超声检查之后发现胸腔、腹腔有大量积液，做了胸腔闭室引流，扩容之后呢，血压比较稳定，考虑脾脏破裂出血，需要剖腹探查。手术室已经联系好了，赶紧去做 CT， 然后直接送到手术室。胸腔闭室引流，带血性，量不多，等 CT 结果出来再看看。先做腹部手术吧。肖医生，脑外的医生已经到位了，但是现在手术室只有1间，白医生那儿也申请了一个紧急手术。
医生，哎，这是走了呢，怎么？还有哪不舒服吗？白医生，现在院里只有一间手术室，我听说你申请了。我这边病人挺严重的，需要尽快做手术。我刚才那个患者也很严重啊，车祸导致失血性休克，考虑脾破裂出血。我这边是左侧硬膜下血肿，考虑脑疝。哎呀，手术室来电话了，有一个做阑尾手术的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结束，能给咱们腾出来。这样，你们先进，我那个患者手术之前还要做一个检查，30分钟差不多。谢谢白医生。把患者推到手术室。可是他的家属还没有联系上，要不要等一等？来不及了，要马上做手术。好，那我去给医务科打电话。哎，护士，哎，这是我女儿报告怎么说？报告，家属先在外面等等。什么等？你只会说等是吧？你冷静刚才不让我们在里面，现在你看这个报告出来了，就是还让我们等啊？您别这么。现在里头什么情况？你让我们知道啊！你什么情况？白医生，这2位是周文璐的家属，这个是他的检查报告。现在里头什么情况啊？患者因为车祸导致胸腔、腹腔有大量积液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啊？什么？那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需要手术了呢？就是啊，你们到底要怎么治啊？我们也想知道啊！你不能耽误我女儿啊！你们抢什么抢？你怎么说话？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啊？找人看吗？咱们去那边说。什么态度？什么那边说？他什么态度？得说清楚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们白医生是我们院最好的主治医师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你们女儿看病，对吗？请你们配合我们工作。他就是知名大夫，他也不能白医生，对呀，做阑尾炎的手术室空出来了，马上送病人过去。行。我们是有知情权的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呀。这怎么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呀？这都怪我，都怪我。你能不能别再叨叨了？要不是你没完没了的叨叨，那露露能饭没吃完就往外跑吗？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那不是也是为他好吗？为他好？啊，你天天逼着他跟那些四流不靠的人相亲，你是为他好？你这30岁不结婚怎么了？他就是80岁不结婚，我照样养他。你们小点声。你要坚持住啊！要坚持不住了，我怎么活呀？淋巴系统绝对。喂，白医生，周文璐的手术出了问题，刘主任让你去趟手术室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患者脾脏出血点已经修补好了，腹腔没有其他地方出血，右侧胸腔壁室引流出血增多，已经超过了1500毫升，需要马上胸腔镜探查。胸外科王主任还在手术上，所以请你来救个场。行，交给我吧。花皮。保护他。进。关灯。往左。右边。没有发现明显出血点，1000毫升生理盐水。右背缝隙。好的。裂口找到了。细叶，单位通气。好的。看不喽。
1千毫升生盐水。吸烟，双倍空气。好的。还有血性液体啊！往眼前。往上。好。膈肌破裂，4件缝合。好的。周文璐，周文璐。 肖医生，我女儿什么时候能醒啊？放心吧，手术很顺利，等麻药劲儿过了一会儿就醒了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们了。之前呢，我对你们的态度不太好，就说话有点冲，跟你们道个歉。不好意思了，没事儿，理解。但也谢谢你们相信我们的能力。一定相信，相信，一定相信。哎，肖医生，救我女儿的那个男孩现在怎么样？已经被我同事抢救过来了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哦，就好。要谢谢人家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手抬一下，腿抬一下，恢复的不错啊。我的运气真好，遇到你们这么棒的医生。心态不错，继续保持，有助于你恢复。医生，你们不会联系我父母了吧？我们肯定要通知家属。这下他们总算找到理由带我回加拿大了。回加拿大又要给我介绍一群奇奇怪怪的女孩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有时候联系我吗？真没想到，相亲还是世界性话题。不是有一句老话吗？叫太阳底下无心事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今天跟他一起被送来那个女孩，也是因为父母让他相亲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才出的事儿。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是吗？两代人的观念就算有所不同，但是解决矛盾有很多种方式。这样的方式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观念呢，不是一天形成的，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关键我觉得老一辈这些想法也没有错，只是不适应现在而已。不适应就去沟通啊！再说了，做父母的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想法，也要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。我到底是……不要再愤世嫉俗了，都看你了。白医生，今天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手术室。啊，没事儿，都是为了患者。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明天见啊。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明天见啊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。
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，就让我想。